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。今天就看到 Bruce 就知道是一个聊天节目了。那么今天这支影片呢，将会谈谈我的牙齿哦，会分成2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呢，是因为我最近收到很多留言，都在指点我的牙齿哦，说你的牙齿怎么这么黑、这么黄，有没有去定期洗牙啊？脏脏的影响形象。那第2个部分呢，是关于我前一阵针对牙龈萎缩做的一个小手术，也有朋友留言说想要看一些具体的内容。那今天一并分享给大家，久病成医吧，那也送给有缘的朋友。那我是小镇杰西卡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。我也开通了海外购物群，在海外的朋友呢，只要加这个微信号 X 的 Jessica Shopping 就可以进群一起买了。那我们就开始了。首先呢，先说说我的牙齿哦。我跟大家坦白吧，每次看到留言说我的牙齿很黄、很黑的时候，确实就像一把尖刀插到我的心口上，因为说到我的痛处了。我真的就是一口烂牙，大家知道吗？我也很痛苦啊。那其实呢，是因为我小时候出生的1980年代嘛，那个时候卫生条件也不咋地，再加上家人呢都是在温饱线上面挣扎，没有什么保护牙齿的意识哦，什么洗牙这种都是属于奢侈品。等我到30岁左右意识到的时候呢，其实已经为时已晚了。尽管现在我已经做到了牙医推荐我做的所有的事情，包括定期洗牙、深层洗牙、补牙，每天2次刷牙、电动牙刷、牙线、水牙线，我通通都做到了。但是其实已经为时已晚。我有所有你们能够想到的牙齿的毛病，包括很严重的牙周病、牙龈萎缩、各种蛀牙，然后以前的烤瓷牙、牙神经没有抽干净，什么问题都有。那我是不是有想过改善外观呢？我当然也想过。我之前的牙医听了之后就笑着摇头说：“你先把你的牙齿搞得健康一点再说吧，不要想着去搞那些美白啊什么的。”后来我自己在网上就查，发现有一种可以让牙齿变白比较简单的方法，叫做 veneer 贴片，好像是。我也问了我现在的牙医，但是呢，因为很可惜我的牙齿并不齐，所以没有办法做这种 veneer。如果要做的话，我就要去箍牙，先要花2年的时间。我觉得这个成本实在是太高了，我实在是没有力气去箍牙再去做贴片。那当然还有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，就是把所有的牙齿都敲掉，换一口假牙，或者是换一口烤瓷牙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案听听就挺吓人的，而且我本来牙龈也不是很健康，敲掉的话，可能对我脆弱的牙龈来讲不一定是件好事情哦。我觉得在我这个年纪，健康要比好看更加的重要。那当然了，因为我现在还是有出镜需求的嘛，我也会跟现在的牙医再做一些讨论啊，看看有没有办法让我牙齿变得稍微白一点，是不是可以在不损害健康的基础上有一些美白的动作可以做，或者说把我的2个门牙，因为这2个是烤瓷牙嘛，做了有15、20年了，要不要把这2个门牙换掉啊？下半年再说了，因为今年的上半年我集中在健康这个问题上，我有非常严重的牙周病哦。我的牙医呢一直推荐我要去看牙周病的专科医生，因为在美国呢，牙医会分成 general 的牙医和专科医生。但是我一直不敢去看，因为我很害怕，拖了2、3年哦。讳疾忌医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哦。但到了今年春天的时候，我就跟自己讲，不能再拖了，我一定要去看。所以我就鼓足勇气去看了我的牙医推荐的那个牙周病的专科医生。结果还好，那个医生看完之后就说：“哎呀，没有你说的那么糟糕了，还好啦。你牙周确实没有那么健康，但是如果像你现在这样 maintain 的话，其实你到死可能都不需要做什么。但是确实有2个牙齿的牙龈部分呢特别的薄，它没有办法能够支撑你的牙齿，所以这2个牙齿的牙龈部分呢要做一个手术，也就是我在下半部分的前面的2颗牙齿下面的牙龈哦。那我看了一下，确实是很红，而且很薄。他说这2个呢是要做一个手术，叫做 gum grafting。gum grafting 是什么意思呢？我 Google 了一下，我读给大家听哦，就叫牙龈移植术。它是一种通过将健康的牙龈组织移植到牙龈退缩区域的手术。像我这种情况，就是把我上面健康的牙龈这里呢取出一点点肉，然后补到下面需要补的这个位置，听上去就很吓人，对不对？而且还很贵。在美国，反正我的这个牙齿的保险只能够保50%啦。那 anyway 啦，贵也是要做，因为健康更加的重要。
所以我最终呢就是决定在6月底的时候做了这个小手术。那么在做之前，牙医就跟我讲，你有整整2周的时间是不能够离开你住的地方，因为2周之后要回访，要拆线。而且呢，这2周的时间呢，你的牙齿和你的整个面部都有可能是有肿胀的，你要做好准备。我一听吓死了，因为我等于说我2周的时间是不能够来拍影片，所以呢，我提前就拍了非常非常多的片子，为了留足这2周的时间不能工作。终于到了6月底，我就去做了这个手术。其实整个手术呢，时间并不长，就1个小时以内就能够完成。你就躺下来，医生会给你上面跟下面这个区域就会打麻药，打麻药的时候是比较痛的，之后呢就没有感觉了，你就感觉医生的手在你里面穿针引线。手术之后呢，是确实觉得有点肿，所以医生就给了我一个冰袋，敷了5分钟，然后就让我回家了。医生给我开了3样东西啊，一个呢是止痛片，一个呢是抗生素，还有呢就是这个比较厉害一点的漱口水。因为在这2周的时间呢，我是不能够刷牙的，而且不能够用牙线。那正是因为我不能刷牙，他给我开的这个漱口水呢，就是属于杀菌效果会比普通的漱口水要更加强一点，用来代替我日常刷牙。而且呢是不能够吃硬的东西啊，还有那些 crunchy 的东西不能吃，比如说薯片啊什么，反正我平时也不吃，也无所谓。还有就是你不要老是把你的下嘴唇掀开来给别人看你做了手术，当然我也不会这么做了。医生还警告我说，你早上起来可能发现你满嘴都是血，把我吓死了。他说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呢，有可能舌头会不老实，会去舔这个缝线，就会有血啊。反正那天做完手术，我还是挺惴惴不安的就回家了，因为是第1次做嘛，周围也没有人做这样的手术了。回家之后呢，我的邻居特别好，还给我投喂了 frozen yogurt， 因为好像吃冰的东西感觉肿胀会消退一点。然后呢，我为了准备这个手术呢，提前还买了很多吃的东西，都是那些软软的，尤其是那些汤类，什么鸡汤啊、蔬菜汤啊，因为我很担心这个手术整整2周的时间可能都得吃这种半流质的东西，所以我买了很多。然后呢，我还买了酸奶啊，还有特地去买了一个 blender， 小小的一个，就是用来做各种 smoothie。其实平时我也不吃这些东西的，但是就是考虑到我可能这个恢复的过程会非常难受啊，所以特地去买了一个。之后我也会跟大家具体分享的。我第1天回家吃了止痛片，我9-10点钟不到，我就觉得好累啊，然后我就爬上床睡觉了。而且6月底的纽约已经是夏天了，那天晚上我居然盖了一条被子都觉得有点冷，还盖了一条毯子，然后一觉睡了10个小时。第2天起来我就神清气爽了，跟别人说话，别人都不知道我刚刚做过牙齿的手术，就恢复得特别好。到了第3天基本上就没什么事情了，仔细看还是有一点点肿的，但是问题不大。而且那一天呢，我就决定出门吃饭了，看得美美的，就一个人跑去餐厅吃饭啊，让我自己开心一点。那其实之后呢，我就可以开始慢慢拍影片了。但是如果你有看到我之前一些影片，会发现有一些照片或者是我说话的时候不是很自然，或者笑得有点勉强，那就是因为我里面还是有缝线，还是有一点点肿的。之后呢，基本上就像没事一样了。但我实在是不能够忍受不能刷牙，因为看着我的牙齿一天天就在变灰，所以一开始我就是在比较远的那个区域正常的刷牙，然后慢慢的是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直到最后呢，我就手动在我手术的那2个牙的地方稍微轻轻的 brush 了一点点。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啊，但我真的是不能忍。那2周之后呢，我就去正常的拆线了。拆线的过程非常的顺利啊，大概就10几分钟就结束了。然后医生说我恢复的特别的好，新长出来的牙龈很厚，可以维持到你死。原话还说会有一点点红肿，现在其实也是能看得到啦，但是慢慢就会消肿的，说明它是真的有长得特别的好。但是呢，我实在是不能够忍受我这个牙齿有 discoloration， 他说你就正常刷牙会好一点。正好马上我就要去做每6个月1次的正常的洗牙嘛，我相信洗完牙之后呢，牙齿的状况会跟以前是一样的。那总之这个手术呢还是比较顺利的。那我再说一遍啊，我不是专业人士啊，我今天只是分享我整个做牙齿的一个过程啊。那大家如果有像我一样牙龈萎缩的问题，或者是牙周病的问题呢，还是要听专家的意见，这样会比较好一点。那最后我就做个总结吧，就是牙齿很贵啊，大家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自己的牙齿。
我经常跟我的朋友开玩笑说，我这一口牙就像一个 ATM 机啊，是只出不进的 ATM 机，大家是不能够理解我的痛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后来呢，我也想通了，这就是我的一个部分啊，就像我接受自己脸上的皱纹，接受我的小肚子，接受我并不是很瘦的身材是一样的，我也接受我的牙齿啊，尽管不完美，我也是一个普通人，对吗？毕竟不是女明星，也有可能呢，就是因为像有我这样的普通人的存在，也能够鼓励到很多像我一样的普通人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得睡着哦。如果是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呢，应该是看得津津有味吧。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还有一点意思呢，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。如果还没有关注我的话呢，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，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。那我们就下次见了，拜拜 ，Bruce say goodbye，拜拜。